你知道吗？全球每10个成年人里面就有一个正在跟血糖打仗，而在华人世界，这个数字更加惊人。中国大陆的糖尿病患者已经突破 1.4 亿，台湾每10个人里就有一个糖友，香港的情况也差不多。更可怕的是，还有将近一半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血糖已经偏高，每天还在大口大口的往嘴里塞那些隐形炸弹。你以为糖尿病是吃糖吃出来的？错，大错特错。糖尿病真正可怕的地方，不是血糖数字本身，而是长期高血糖带来的一连串并发症。它会慢慢侵蚀你的血管，让你的视网膜病变，严重的会失明。它会攻击你的肾脏，最终走向洗肾。它会破坏你的神经末梢，让你的脚麻木到被钉子扎了都感觉不到，最后伤口溃烂截肢。这不是电影情节，这是每天都在全世界各大医院里真实发生的事情。而今天这份黑名单上的食物，很多你天天在吃，你妈天天在煮，你甚至觉得它们很健康。但科学家用血糖监测仪实测后发现，有些食物进了你的身体以后，血糖飙升的速度比你直接灌糖水还要猛。我不是在吓你，我是在救你。在正式揭晓黑名单之前，我们先来搞懂一个关键概念，叫做升糖指数，英文缩写 GI。 这个数值是怎么来的？科学家让一群受试者空腹吃下含有50克碳水化合物的某种食物，然后每隔15分钟抽一次血，连续测2个小时，画出一条血糖变化曲线。接着再让同一批人空腹吃50克纯葡萄糖，同样画曲线。2条曲线一比较，食物的面积除以葡萄糖的面积乘以100，就得到这个食物的 GI 值。纯葡萄糖的 GI 值是100，所以任何食物的 GI 值越接近100，就代表它让你血糖飙升的能力越接近直接喝糖水。一般来说， GI 值55以下算低升糖，56到69算中等，70以上就是高升糖食物。而今天黑名单上的10位选手，个个都是70以上的狠角色，有几个甚至直逼100，堪称血糖火箭发射器。好，废话不多说，我们从第10名开始倒数。第10名，南瓜。等等，南瓜，你没听错，很多养生节目都说南瓜是好东西，能降血糖，对糖尿病人友好。但我必须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这个说法来自早年的动物实验。科学家从南瓜里提取出某些多糖成分，大剂量注射到老鼠体内，发现确实能刺激胰岛素分泌。但问题是，你是老鼠吗？你吃南瓜的时候是把它打成针剂往血管里注射吗？实际上，南瓜煮熟以后的升糖指数大约在75左右，已经妥妥属于高升糖食物。特别是那种又甜又粉又糯的老南瓜，淀粉含量极高。你想想看，南瓜为什么吃起来那么甜？那就是糖啊！一碗煮南瓜下肚，你的血糖就像坐了电梯一样，咻地一下就上去了。所以千万别被南瓜降血糖这种伪科学忽悠了。如果你是糖友，南瓜可以吃，但一定要控制量，而且要当作主食的一部分来计算，而不是当成蔬菜随便吃。第9名，乌冬面。日本料理里那碗热气腾腾、Q 弹滑顺的乌冬面，你是不是觉得它比泡面健康多了？毕竟人家是手工制作，天然食材。但很抱歉，乌冬面的升糖指数高达80左右，在所有面条里面几乎是最高的。为什么？因为乌冬面用的是精致白面粉，而且它的制作工艺追求的就是那种软滑 Q 弹的口感。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淀粉颗粒被充分糊化，进入肠道以后，消化酶可以非常轻松地把它分解成葡萄糖，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好比你把一块砖头磨成了粉，风一吹就散了。乌冬面进到你的肚子里，就是这种风一吹就散的状态，血糖想不飙都难。相比之下，同样是面条，意大利面的升糖指数大概只有40到50，因为它用的是硬质小麦粉，结构更紧密，消化更慢。所以下次你在日式餐厅犹豫的时候，真心建议你选荞麦面，那个 GI 值只有50左右，对血糖友好得多。而且荞麦面里还含有一种叫芦丁的成分，对保护血管也有好处，可以说是糖友在面条界的最佳选择了。第8名，西瓜。夏天来一块冰西瓜，那滋味简直是人间天堂。但对糖友来说，
这可能是人间地狱的入口。西瓜的升糖指数高达72，这个数字本身就已经够吓人了。但更致命的是，西瓜吃起来太容易了。你什么时候见过有人只吃一小块西瓜的？通常都是半个起步，对吧？一个中等大小的西瓜大概有5公斤，你吃半个就是2500克，扣掉瓜皮也有将近2000克的瓜肉。西瓜的含糖量大约 6%， 听起来不高，对吧？但2000克瓜肉乘以 6%， 那就是120克糖。你知道一罐可乐含多少糖吗？大概35克。也就是说，你吃半个西瓜等于灌了将近3罐半的可乐。而且西瓜里的糖主要是果糖和葡萄糖，吸收极快，血糖曲线简直是一根火箭。有糖友跟我说，他有一次夏天吃了大半个西瓜，然后用血糖仪一测，吓得手都在抖，血糖直接飙到18点多。要知道正常人餐后血糖一般不超过 7.8， 糖友控制目标也就是10以内，18点多那已经是危险区域了。而且西瓜还有一个特别阴险的地方，就是它几乎不会让你有饱腹感。你吃一碗饭，胃会胀，你会停下来。但西瓜 90% 都是水分，吃进去以后，胃很快就排空了，你根本不觉得饱。很多人晚上边看电视边吃西瓜，不知不觉就吃了一大半。等到第二天早上测空腹血糖，数字高的离谱，还搞不懂自己晚饭明明吃得很清淡，血糖怎么会飙成这样？罪魁祸首就是那半个西瓜。第7名，糯米制品。粽子、汤圆、年糕、麻薯、油饭，这些在华人世界每逢佳节必定出现的美食，全部都是血糖杀手。糯米的升糖指数可以飙到87，某些加工方式甚至能突破90，几乎追平纯葡萄糖了。为什么糯米这么猛？这要从淀粉的结构说起。淀粉分为2种，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直链淀粉的分子排列得很紧密，消化酶不容易进攻，而支链淀粉的分子像树枝一样四处伸展，消化酶可以从很多角度同时攻击。普通大米里面大概 20% 是直链淀粉， 80% 是直链淀粉，而糯米呢，几乎 100% 都是直链淀粉，所以它进到你的肠道里，就像一座不设防的城池，消化酶大军长驱直入，瞬间把它全部拆解成葡萄糖，涌入血液。更可怕的是，很多糯米制品还会加糖。你吃一个豆沙粽，糯米本身 GI 值已经快90了，再加上豆沙里的砂糖，再裹上一层蜂蜜，那简直就是3重暴击。每到端午节，医院急诊室里因为血糖失控被送进来的糖友真的会明显增加。还有一种很多人忽略的糯米制品，就是珍珠奶茶里面的珍珠。你知道那些 Q 弹的小圆球是什么做的吗？就是木薯粉和糯米粉。一杯珍珠奶茶，奶茶本身就含大量糖浆，再加上一堆糯米珍珠，那就是双倍的血糖炸弹。有研究测过，一杯700毫升的全糖珍珠奶茶，含糖量可以超过60克，再加上珍珠本身的碳水化合物，总碳水量轻松破100。喝一杯就等于吃了2碗白米饭的碳水量，而且全是高升糖的。第6名，精致早餐谷片。这是一个被包装的非常健康的陷阱。你去超市看那些早餐谷片的包装盒，上面写着富含膳食纤维添加多种维生素全家营养早餐，看起来多么阳光健康。但你翻到背面看看营养标示，含糖量动辄 30% 以上，有些甚至接近 40%。而且这些谷片经过高温高压膨化加工以后，原本完整的谷物结构已经被彻底摧毁。它们的升糖指数普遍在80以上，某些品牌的玉米片甚至高达93。你泡上牛奶吃下去，以为自己在享受一顿健康早餐，殊不知你的血糖已经在体内开始了一场百米冲刺。更讽刺的是，很多家长还特别喜欢用这些谷片来做孩子的早餐，觉得又方便又营养，结果从小就把孩子的血糖曲线训练成了过山车模式，长大以后胰岛素抵抗的风险也跟着水涨船高。2013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项大规模追踪研究就指出，长期食用高升糖指数早餐谷片的人群，罹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显著升高。所以与其吃那些花花绿绿的谷片，不如老老实实煮一碗燕麦粥，用的是那种需要煮的原味燕麦，
不是即冲即食的那种。原味燕麦的 GI 值大概只有55，而且它含有一种叫贝塔葡聚糖的可溶性膳食纤维，能有效延缓血糖上升。第5名，马铃薯。又一个好好先生翻车了。马铃薯在很多人心中就是健康蔬菜的代表，毕竟它含有丰富的钾、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但问题是，马铃薯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高达 17% 左右，而且主要是容易消化的淀粉。一颗中等大小的马铃薯，碳水含量大概37克，跟一碗米饭差不多了。更关键的是烹调方式，你如果把马铃薯整颗水煮带皮吃， GI 值大概在65左右，勉强还在中等范围。但如果你把它做成薯泥呢， GI 值直接飙到87，做成薯条85，烤马铃薯93。为什么同一种食物差这么多？因为你越是把马铃薯的结构捣碎，越是高温烹调，淀粉糊化程度就越高，消化速度就越快。薯泥就是把马铃薯的最后一道防线彻底摧毁了。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吃马铃薯，记住2个原则。第一，带皮整颗煮或蒸。第二，煮好以后放凉再吃。为什么要放凉？因为淀粉冷却后会发生回升，一部分糊化淀粉会重新结晶，变成抗性淀粉，消化酶就不那么容易分解它了，等于给你的血糖装了一个减速带。第4名，白面包和白馒头。这2兄弟在升糖界的地位就好比武林中的雌雄双煞，走到哪里都让血糖闻风丧胆。白面包的 GI 值大约在75，而白馒头更猛，可以飙到88。你可能会问，同样是面粉做的，为什么馒头比面包还狠？原因很简单，馒头是发酵蒸制的，质地非常松软，几乎不需要咀嚼就能吞下去，而面包至少还有点嚼劲，有些欧式面包甚至硬的能砸核桃。食物在口腔里咀嚼的时间越长，唾液淀粉酶开始工作的时间就越早，但同时你吃的也会更慢，胃排空的速度也会更慢，血糖上升的曲线就会更平缓。而馒头呢，几口就能吞一个，而且很多人还习惯配稀饭、配豆浆，全是碳水加碳水，那血糖曲线简直就是一条直线往天上冲。有一个很经典的实验，让2组人分别吃白馒头和全麦面包，总碳水量相同，然后连续监测2小时血糖，结果白馒头组的血糖峰值比全麦面包组高了将近 40%， 而且白馒头组的血糖在达到峰值以后急速下降，形成了一个过山车效应。这种剧烈波动对血管的损伤比持续偏高的血糖还要可怕。第3名，河粉和肠粉。广东人和东南亚华人看到这里可能要哭了。没错，你们最爱的早茶标配干炒牛河，肠粉加甜酱，升糖能力堪称恐怖。河粉和肠粉的主要原料都是大米，但它们的制作过程是先把大米磨成米浆，再摊平蒸熟。这个过程中，大米原本的颗粒结构被彻底打碎，淀粉完全糊化，做出来的成品又滑又嫩，入口即化。入口即化是什么意思？就是消化酶几乎不需要工作，葡萄糖直接就能被吸收。河粉的升糖指数大约在83到89之间，肠粉也差不多。而且你想想看，你吃干炒牛河的时候，一盘里面河粉占了多少？起码 70% 都是河粉，再加上炒河粉用的油，酱油里的糖分，那个升糖效果简直是火上浇油。更隐蔽的是，很多人觉得河粉比较清淡，属于轻食，所以吃的时候不太有负罪感，反而会吃更多。这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越觉得它健康，越放开了吃，越放开了吃，血糖越失控。类似的陷阱还有米线和米粉，原理完全一样，都是大米磨浆再加工的产物，升糖速度都非常快。下次你去吃过桥米线或者新加坡炒米粉的时候，心里要有数，这些看起来轻飘飘的食物对你的血糖可一点都不轻。第2名，稀饭和白粥。听到这里，可能有一大批人要跳起来反驳了。我从小喝粥长大的，粥养胃，生病了就要喝粥。我爸妈80岁了，天天喝粥，身体好得很。好，我理解你的感情，但科学不讲感情。白粥的升糖指数可以高达80到90，有些研究甚至测出93的数据。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一碗白粥进到你身体里，它升血糖的速度跟你直接吃葡萄糖片几乎没有区别。为什么？道理其实跟前面讲的河粉一样，白粥就是大米在大量水中长时间熬煮的产物，淀粉颗粒在高温和水分的双重作用下完全崩解，彻底糊化。你用筷子搅一搅，那个粘稠的质感就是糊化淀粉的特征。它进入肠道以后，简直就像液体一样被瞬间吸收，血糖应声而起。2019年，日本国立健康与营养研究所做过一个对比实验，让同一组人分别吃等量碳水的白饭和白粥，结果白粥组的餐后血糖峰值比白饭组高出 25% 以上，而且达到峰值的时间提前了将近20分钟。也就是说，同样的大米做成粥以后，不仅升得更高，还升得更快，这对糖友来说简直就是双重打击。更要命的是，在华人的饮食文化里，白粥从来不是一个人单独出场的，他会带着一群小弟，油条、肉松、酱菜、咸蛋、腐乳。油条是油炸的精致面粉，升糖指数75，肉松里加了大量糖，酱菜含钠量爆表，会让你喝更多粥。这一桌子配角加起来，那就是一场血糖的完美风暴。很多老人家早上就吃这么一顿白粥配油条配咸蛋，吃了几十年了，觉得理所当然。子女跟他们说粥对血糖不好，他们还不高兴，觉得年轻人大惊小怪。可是你去看看内分泌科门诊，那些被确诊糖尿病的老人家，问他们早餐吃什么，10个里面有7、8个都会回答你白粥。这不是巧合，这是统计学在跟你说话。所以如果你真的爱喝粥，拜托至少换成杂粮粥，加一些燕麦、红豆、黑米薏仁进去，而且不要煮得太烂。或者更好的办法是把粥当成少量配角，而不是整顿饭的主角。好了，终于来到第一名。第一名，白米饭。没错，就是你家电锅里那锅热气腾腾、粒粒分明，每天都要吃2-3碗的白米饭，它就是这份黑名单的终极大魔王。我知道你现在的表情可能是你在开什么玩笑，白米饭是我们华人的命根子，你竟然说它比糖水还猛。但这不是我说的，是无数科学研究用数据说的。白米饭的升糖指数根据不同品种和烹调方式，大约在72到90之间。某些特别软糯的短粒米，比如东北大米、日本月光米 GI 值甚至可以冲到87，而纯葡萄糖的 GI 值是100，白砂糖大概65。没看错，白米饭的升糖指数比白砂糖还要高。这听起来很荒谬，对吧？白砂糖那么甜，米饭又不甜，怎么可能米饭升血糖更猛？原因在于糖的种类不同。白砂糖的主要成分是蔗糖，蔗糖需要先被分解成葡萄糖和果糖才能被吸收，这个过程需要时间。而白米饭里的淀粉本质上就是一大串葡萄糖手拉手连在一起的长链，消化酶只要把这条链子剪断，葡萄糖就直接释放出来了，几乎不需要转换步骤。所以白米饭进入体内后，释放葡萄糖的速度比白砂糖还要快。2012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顶级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轰动性的研究，他们整合了4项涉及35万人的大规模追踪研究，追踪时间从4年到22年不等。最终结论是，每天多吃1碗白米饭，罹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就增加 11%， 而且这个效应在亚洲人群中更为显著，因为亚洲人吃的米饭量远远超过西方人。这篇论文出来以后，整个亚洲营养学界都炸了锅，因为在东亚和东南亚，白米饭不仅是主食，更是文化，是信仰，是从小到大妈妈端上桌的那碗温暖。你要一个亚洲人不吃饭，跟让他不呼吸差不多，但数据就是数据，你再不愿意面对，他也不会因为你的感情而改变。事实上，亚洲国家糖尿病高发率与白米饭的大量摄入之间的关联，早就引起了全球流行病学家的关注。你看看全球糖尿病发病率的地图，东亚和南亚那一片全是深红色，恰恰就是白米饭消费量最高的地区。当然，我不是说糖尿病完全是白米饭造成的，那样说太简单粗暴了。但白米饭作为每天3餐的绝对主角，它对血糖的慢性冲击是不可忽视的。
为什么白米饭会成为如此恐怖的血糖推手？除了前面提到的淀粉结构问题以外，还有一个被严重忽视的因素，就是吃的量。一个典型的华人，每餐至少吃1碗饭，很多人要吃2碗甚至3碗。1碗白米饭大概是150克熟饭，含碳水化合物约40到50克。如果你一顿吃2碗，那就是80到100克碳水。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你一口气吃了20颗方糖，而且这些碳水几乎全部是高升糖的精致淀粉，进入体内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转化为葡萄糖，轰炸你的胰岛细胞。你的胰岛细胞就像一座工厂，正常情况下它按部就班的生产胰岛素来处理血糖，但如果你每天3顿都用大量白米饭去轰炸它，它就必须疯狂加班，超负荷运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工厂终于不堪重负，要么罢工，要么减产。这就是2型糖尿病的发病过程。更扎心的是，白米饭之所以能成为第1名，还因为它具有一种温水煮青蛙的特质。你吃炸鸡、喝奶茶的时候，你心里是有负罪感的，你知道那不健康，你会克制。但白米饭呢，你完全没有防备，你觉得这是世界上最正常、最健康、最不需要担心的食物。就是这种毫无防备，让白米饭日复一日，餐餐不落地，侵蚀你的血糖防线，直到某天体检报告上那个血糖值刺痛你的眼睛。那怎么办？难道从此不吃饭了吗？当然不是。科学家给出了几个非常实用的方法。第一，混合主食，在白米饭里面加入糙米、藜麦、黑米、红豆、荞麦、燕麦，做成杂粮饭。这些粗粮的 GI 值普遍在50到60之间，混进去以后可以把整碗饭的平均升糖速度拉下来。第二，控制分量，把每餐的米饭量从2碗降到1碗甚至大半碗，然后用蔬菜和蛋白质来填补饱腹感。蔬菜里的膳食纤维和蛋白质里的脂肪酸都能延缓胃排空，让血糖上升的曲线变得更平缓。第三，改变吃饭顺序，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吃饭。2020年，日本一项临床实验证明，这种先菜后饭的吃法可以让餐后血糖峰值降低 30% 以上。原理很简单，蔬菜里的纤维先在你的肠道里铺了一层地毯，等米饭的葡萄糖到达时，吸收速度就被这层地毯大大减缓了。第四，饭后走一走，不需要跑步，不需要健身房，就是吃完饭以后出去散步15到20分钟。肌肉在运动时会消耗血糖，等于帮你的胰岛细胞分担了工作压力。研究显示，餐后步行15分钟就能让血糖峰值降低 20%。第五，冷饭效应，就像前面讲马铃薯时提到的，米饭放凉以后也会产生抗性淀粉。如果你能接受吃凉饭或者把饭放凉再加热，那么大约 10% 到 15% 的淀粉会变成抗性淀粉，等于自动帮你减少了一部分升糖负担。日本的寿司饭就是这个原理，所以寿司的升糖效应反而比热腾腾的白饭要低一些。说到这里，我想跟所有糖友和潜在糖友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血糖管理不是要你戒掉所有美食，不是要你从此过苦行僧的日子。血糖管理的核心就是8个字：知己知彼，聪明选择。你要知道哪些食物是血糖炸弹，然后用科学的方法去拆弹。你不需要完全不吃白米饭，但你要知道怎么吃，吃多少，搭配什么一起吃。你不需要彻底告别西瓜和南瓜，但你要知道控制分量，选对时机。最后，我再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升糖指数只是一个参考指标，每个人的身体反应都不一样。有些人吃白米饭，血糖飙得很高，有些人却还好。最靠谱的办法就是自己带一个连续血糖监测仪，记录下你吃不同食物后的血糖反应，建立你自己的个人食物红绿灯。这比任何通用的食物 GI 表都要准确10000倍。好了，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黑名单。第10名南瓜，第9名乌冬面，第8名西瓜，第7名糯米制品，第6名精致早餐谷片，第5名马铃薯，第4名白面包和白馒头，第3名河粉和肠粉，第2名稀饭和白粥，第1名家家户户每天必吃的白米饭。记住，白米饭的升糖能力确实比白砂糖还要猛，
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经过全球数百万人验证的科学事实。但知道了真相以后，你就拥有了选择的权利。从今天开始，试试杂粮饭，试试先菜后饭，试试饭后散步。你的血糖、你的胰岛、你的未来，都在你每一口饭的选择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或你身边的糖友有帮助，请把这个影片转发给他们，特别是转发给你的爸妈，转发给你家里那个每天早上坚持喝白粥配油条的长辈，转发给你那个夏天能一个人吃掉整颗西瓜的朋友。有时候一个及时的提醒真的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别等到体检报告上那个红色箭头刺痛你的眼睛时才想起今天的这份黑名单。